物理学的尽头藏着4只怪物，杀死了人类最聪明的大脑。这不是比喻。1955年4月18日凌晨1点15分，爱因斯坦在医院去世，床头堆满了稿纸，上面全是同一个问题。他想驯服第3只神兽，失败了。更恐怖的是，麦克斯韦1879年临终前还在喃喃自语：那只妖精，它到底存不存在？他被第1只神兽折磨了12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薛定谔更离谱，1935年提出那只猫之后，后半辈子都在试图杀死它，结果把自己搞疯了。晚年说：我真后悔造出这只该死的猫。而第4只神兽更绝，2500年了，没有任何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他们的名字你肯定听过：麦克斯韦妖、薛定谔的猫、拉普拉斯兽、芝诺的龟。但你不知道的是，每一只都指向宇宙最底层的漏洞。热力学可能是骗局，现实可能不存在，未来早就注定，而运动本身就是幻觉。现在让我掰开第1只给你看。1867年，麦克斯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描述了一个密封盒子，中间有扇小门，门口站着一只看不见的妖精。这只妖精有个逆天的能力，它能看清每个分子的速度，快的放右边，慢的留左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右边全是快分子，温度飙升，左边全是慢分子，温度骤降。一个原本均匀的盒子被活生生分成了冰火两重天。问题来了，这直接违反了热力学第2定律，热量不可能自发从冷处跑到热处，这是宇宙铁律。但麦克斯韦妖做到了。更可怕的是，如果这只妖真的存在，你可以用温差发电，源源不断，永不停歇，永动机不再是梦，整个宇宙的命运都会被改写。因为按照热力学第2定律，宇宙正在走向热寂，所有能量最终变成均匀的热量，再无变化，一片死寂。但如果麦克斯韦妖存在，宇宙就能起死回生。这只小妖让物理学家抓狂了100多年，直到1961年，物理学家兰道尔发现了破绽。他说，小妖要分解分子，必须获取信息，而获取信息要付出代价。1982年，贝奈特补了致命一刀，小妖的记忆有限，分拣多了必须擦除旧信息，而擦除信息会产生热量。换句话说，小妖偷偷降低了盒子的伤，但他自己的伤增加了，总伤没减少，热力学第2定律依然成立。2013年，科学家用实验证实，擦除1比特信息至少消耗 kT-2 的能量。这个发现震撼了整个物理学界，因为它证明信息不是虚的，信息有质量、有能量、有物理代价。麦克斯韦妖没能推翻热力学，但他意外催生了信息热力学这门新学科。2024年，中国科学家甚至用超导量子芯片造出了量子版麦克斯韦妖。150年过去了，这只小妖依然活跃在科学最前沿。第2只神兽更诡异，薛定谔的猫。1935年，薛定谔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把一只猫关进密封箱子，里面有个放射性原子，50%概率衰变。如果衰变，毒气释放，猫死；如果不衰变，猫活。问题来了，在你打开箱子之前，这只猫是死是活？普通人会说，要么死，要么活，只是我们不知道。但量子力学告诉你，不对，猫同时处于死和活的叠加状态，不是要么死，要么活，而是又死又活。只有你打开箱子观测的瞬间，叠加态才坍缩成确定状态。这听起来像疯话，连薛定谔自己都觉得荒谬。他提出这个实验本来是想讽刺量子力学的，爱因斯坦也站在他这边，说过一句名言：难道我不看月亮，月亮就不存在了？但诡异的是，量子力学的预言在微观世界一次次被验证。电子确实能同时穿过2条缝，光子确实能同时走2条路。叠加态不是幻觉，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于，微观世界的诡异能不能延伸到宏观世界？一只真正的猫能不能处于叠加态？这个问题至今无解。但科学家一直在尝试把猫做得越来越大。202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造了记录，他们让1万个原子同时处于2种相反的量子态，而且这种叠加状态持续了23分钟，以前最多只能维持几秒钟。这说明量子叠加态比我们想象的更稳定。2025年，奥地利科学家又发现，量子叠加态的产生不一定需要接近绝对0度，在相对热的环境下也能观测到。这意味着什么？量子世界和经典世界的边界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模糊。
IBM 研究人员甚至用120个量子比特创造了最胖的薛定谔猫，用作量子计算机的性能基准。薛定谔本来想用这只猫嘲笑量子力学，90年后，这只猫反而成了量子计算的核心工具。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第三只神兽，拉普拉斯兽，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绝望的推理。1814年，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如果宇宙中存在一个无所不知的智者，掌握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他就能算出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你今天吃什么，明天说什么，什么时候死，全都是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注定的。这就是拉普拉斯兽，它不需要预知未来，因为未来就是现在的必然结果。你以为你有自由意志，在拉普拉斯兽面前，这都是幻觉。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只是原子运动的必然结果，你只是在演一个早就写好的剧本。这个想法把当时很多人逼到崩溃边缘。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但人类没有放弃。1926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证明你不可能同时精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测量位置越准，动量就越模糊。这不是仪器问题，这是宇宙规则。拉普拉斯兽想同时知道位置和速度，对不起，物理定律不允许。随后，混沌理论又补了一刀，即使知道初始条件，只要有极小误差，最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蝴蝶效应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地球另一端的风暴，而在量子层面，误差不可避免。拉普拉斯兽死了，它只存活了100年，是4大神兽中寿命最短的。但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争论至今没停。第4只神兽，芝诺的龟，是最古老的一只。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古希腊最快的勇士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乌龟先爬100米，阿基里斯速度是乌龟10倍，按常理轻松能追上，但芝诺说不，他永远追不上。为什么？当阿基里斯跑完100米，乌龟又爬了10米，当他跑完10米，乌龟又爬了1米，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循环。乌龟总能制造出新距离，无论多小，只要存在，阿基里斯就追不上。这听起来像抬杠，但芝诺真正想问的是，时间和空间能不能无限分割？如果可以，就会出现无穷多个时间片段，加起来应该是无穷大的时间。阿基里斯确实追不上，但现实中，阿基里斯明明能超过乌龟，哪里出了问题？这个悖论困扰了人类2000多年，直到近代数学发展，人们才意识到，无穷多个正数加起来不一定等于无穷大，也可能是有限值，这就是无穷级数收敛。从数学上，悖论被解开了，但物理学给出了更深刻的答案。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时间有个最小单位，叫普朗克时间，大约10的负43次方秒。空间也有最小单位，叫普朗克长度，大约10的负35次方米。比这更小的时空没有物理意义。换句话说，时空不能无限分割，乌龟不可能制造出无穷多个起点。当追逐进入普朗克尺度，阿基里斯瞬间就超过了乌龟。芝诺的龟用一个看似无聊的诡辩，逼迫人类思考时空本质。2500年后，我们才勉强给出答案。但这个答案又引出新问题：普朗克尺度意味着什么？时空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我们的宇宙是不是像电脑屏幕一样，由无数像素点组成4只神兽？4个问题。麦克斯韦要问信息和能量的关系，薛定谔的猫问观测如何决定现实，拉普拉斯兽问宇宙有没有自由意志，芝诺的龟问时空的本质。100多年过去了，拉普拉斯兽被量子力学杀死，麦克斯韦妖被信息论驯服，芝诺的龟被普朗克尺度困住，只有薛定谔的猫依然活蹦乱跳，又死又活，嘲笑着每个试图理解它的人。但这些神兽的意义从不在于被杀死，它们的意义在于每次试图驯服它们的尝试都把人类认知推向了新边界。麦克斯韦妖催生了信息热力学，薛定谔的猫推动了量子计算，拉普拉斯兽引发了混沌理论，芝诺的龟启发了时空量子化。也许有一天，人类会创造出第5只神兽，但无论如何，这4只神兽已经永远刻在了物理学的基石上，提醒着我们，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诡异，更加深不可测。